中国人民解放军3大战役之一平津战役的胜利，以北平和平解放作为尾声。罗荣桓、叶荣臻和华北总司令傅作义签订和平协议后，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和平筑城。在2月3日举行筑城仪式之前，毛主席向解放军发布了一条命令：进入北平的解放军受到北平百姓的夹道欢迎，所有居民无不欢欣雀跃。1950年的1月，毛主席再次指示贯彻相关的命令，彻底让中国半个世纪以来遭受的侮辱和压迫成为历史。第2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美俄4国袭击大沽口，大沽炮台瞬间落入列强之手。天津直隶总督谭挺香不战而降，在给咸丰帝的上书中唯唯诺诺地表示天津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服。然而，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紧逼，直接从天津进犯北京。无能的咸丰帝直接逃到承德，英法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逮捕走的圆明园大火烧了3天3夜，曾经的万园之园风貌再也无法重现。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清政府分别和俄美英法4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割让了中国众多地区的主权和特权，让海关自主权和行政管理权完全拱手相让。外国使臣开始入驻与紫禁城一街之隔的东江米巷，英法2国的公使直接住进了清朝2位亲王的府邸。随后，其他各国的公使也选择在此居住，直到1900年，义和团向这里集聚的洋人发起进攻，英法美俄等8国列强勒令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清剿。慈禧太后则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趁机在京津一带阻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然而，清兵养尊处优已久，在列强的进攻下一败涂地，8国联军直接攻进北京。在这个承载着繁华和尊贵象征的城市内烧杀抢掠，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慈禧太后赶紧派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匡与列强议和，由此签订了辛丑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和道歉认怂之外，北京的东郊民巷直接被划分为各国列强专属的使馆街，不仅允许各国驻兵保护，还设立了中国人不得入内的侮辱性规定。由于东郊民巷2端分别连通天安门广场和崇文门内大街，这里成为清朝皇亲国戚和清政府重要官府的聚集地。列强抢走这里的主权，无异于在无能的清政府心脏旁边插了一把刀子。东郊民巷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全长有1552米。元朝时是南北两运的海关驻扎地，也是南北运粮的交通要道，因此被称为江米巷。明朝时期修建的棋盘界将江米巷东西截断，并在东江米巷设立鸿胪寺和会同馆，负责接待外国使节。清朝时期更名为四义馆的会同馆，只允许外国使节在此居住40天。天津条约签订后，所有与清政府有来往的国家纷纷将大使馆设立在东江米巷，但这里的主权仍然归清政府所有。辛丑条约将东江米巷主权交出去后，外国人将这里称为使馆街，中国则称其为东郊民巷。取得东郊民巷领土权和驻兵权的列强，将所有中国居民全部赶走，拆除原本的中式建筑。各国列强都在这里盖起了自己国家风格的建筑，向外一道6米高的高墙和一张写着“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耳命”的布告，将这里原本的主人隔绝在外。除了大使馆的改建，英法日等国的银行、医院、饭店、商场纷纷在东郊民巷建立，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没有一个说汉语的，这里俨然成为了所有洋人在中国撒欢的法外之地，国中之国。清政府被推翻后，中国进入了16年的军阀混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驻中国的各国大使都将大使馆搬到了南京，但蒋介石并没有收回东郊民巷的主权，这里依然是外国人的领地，中国人依然无法入内。抗战胜利后，东郊民巷的意大利和日本的兵营被收回，人们尚未来得及庆祝胜利成果，就发生了1946年2名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事件。
国民政府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只有《新民报》敢于冲破桎梏，将此事公开报道。而北京大学的校内早已贴满了学史抗议的宣言和画报。北京各大高校的师生组织了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却遭到国民政府的镇压和伤害。国民政府称这种罪行是个人犯罪事件，并把2名犯罪交由美军法庭处理。美军在全国各地学生和群众的游行抗议下，宣布判处主犯皮尔逊15年监禁，并引渡回国。然而，一到美国境内，皮尔逊就被无罪释放，甚至恢复了在军中的职务。刚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世界威望空前的国民政府如此懦弱，面对美国的态度与往昔清政府对待列强没有任何区别。人民对赶出在东交民巷耀武扬威的各国列强也不再抱有希望。然而，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毛主席命令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时，必须要经过东交民巷，宣示主权。2月3日这天，解放军进城的一路上挤满了夹道欢迎的北平人民。东交民巷各式西洋建筑的门口，全是喜气洋洋的中国人。中国人近半个世纪不能踏足东交民巷的耻辱，这一天终于被洗刷了。在西柏坡时，毛主席就对苏联大使米高扬表达了新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3月5日召开的7届2中全会上，毛主席又对另起炉灶一边倒这2条基本外交方针进行详细的叙述，并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发言中，鲜明地亮出新中国的对外态度。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宣告成立的同时，广场上蜂拥的千万民众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空前的希望和信心。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前往苏联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争取老大哥苏联的帮助，并废除先前的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国内的清除列强在华势力行动也没落下。1950年1月6日，北京军管会在各国的兵营大门上贴了一张布告，宣布7天后正式征用在东交民巷的兵营和其他建筑。解放军进城当天，这群帝国主义的大使们一个个蜷缩在窗户和门缝后，偷偷地观察局势。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这1年中，他们仍未被赶出东交民巷，这让各国大使，尤其是美国大使科勒伯重新趾高气扬，认为新成立的人民政权并不能拿他们怎么样。1月13日，毛主席从莫斯科发来回电，同意军管会征用东交民巷的建议，并让军管会贯彻这一命令，将美法英号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领事馆全部撤走。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百姓不同，西方列强在中国称雄称霸太久，久到忘记了自己在别人家里为非作歹，拥有权。科勒伯多次给周总理写信，希望2国各自派出外交使节对此进行谈判。北京市外事处直接把科勒伯的信原封退回，告诉他中国和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北京市军管会直接派人到各国的领事馆进行交接事宜。法国、荷兰等国家并未抵抗，直接将中国的领土归还。只有美国和英国2个国家仍然没有丝毫动身的迹象。在科勒伯的设想中，军管会派遣军队前来接收的时候，他可以趁机将事情闹大。美国政府也派出军队，科勒伯拦住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宣称这是美国政府的财产，接收人员负不起这个责任。工作人员根本不在乎科勒伯的威胁，宣告他们只负责接收，一应事宜由军管会负责。进门之后却发现领事馆内丝毫没有撤离迹象，工作人员强势地对科勒伯再次重复军管会的命令，并称一切后果由科勒伯承担。科勒伯没想到新中国政府的人如此强势，
垂头丧气地表示自己会在1天之内清除所有东西，将领事馆归还给中国。英国则仗着先一步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以为自己还能像以往一样留在中国耀武扬威，向中国提出谈判的要求。鉴于3个月的谈判中，英国没有丝毫诚意，一味地索要在新中国的各种特权，聂荣臻在4月4号直接发布号令，命英国1周之内交还兵营。如此强势的态度，让英国领事高来涵灰溜溜地回去，打包了行李。重庆、广州等地利用不平等条约占据新中国主权的在华势力也被逐一清除，中国境内不再有外国的军队和兵营驻扎。近代史上的中国经历了上百年的侵略和欺侮，满清贵族完全不心疼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一大块一大块的将国家大好河山和各项主权拱手相让，就连晚清的皇帝都在洋人的掌控中求生存。落后不仅要挨打，挨打的时候还要立正。软弱的清政府，昏聩的国民政府，全都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中国的亿万人民，丧权辱国之痛从来没有损失他们的利益。幸好中国共产党的出现照亮了100年来的黑暗。正如歌词所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和党的领导让一直跪在列强脚下的中国人民重新站了起来，挺直了脊梁，堂堂正正地站在世界面前，大声而自豪地宣布：我是中国人。